第10天，善业做到极致是什么样？你这辈子行善积德，不施修路，帮助穷人，而且不是做一辈子，是生生世世都在做。终于有一天，你修到了头，你死后投身到须弥山的最顶端，住进了一座叫善建城的宫殿，成了33重天的天王，脚下踩着的是整个人类世界。你的寿命折算成人间的时间是3600万年。你的宫殿由7宝砌成，身边有无数天女围绕，你想要什么，念头一动，眼前就出现。你觉得到这一步应该够了吧？但佛陀说不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立杰。今天我们来聊一个佛教宇宙观里非常特别的角色，帝释天。他是佛经里出场率最高的护法神之一，地位大概相当于中国民间信仰里的玉皇大帝，但他的真实身份远比玉皇大帝有意思，因为他不是一个虚构的神话角色。在佛陀的教法里，他是一个真实存在的案例，一个用来回答做好人能做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的活生生的标本。我们先来看一张地图。佛教的宇宙观里有一个概念叫欲界6天，从低到高分别是四天王天、忉利天、夜摩天、兜率天、化乐天、他化自在天。6层天像一栋6层楼的公寓，越往上住寿命越长，快乐越精微，但有一个共同点，6层楼里的住户全都还有欲望，只不过表达方式不同。最底下2层四天王天和忉利天还跟人间差不多，有身体的亲密接触。到了第3层夜摩天，只需要拥抱就够了。第4层兜率天，牵个手就满足了。第5层化乐天，对着笑一下。第6层他化自在天，连笑都不用，看一眼就够了。欲望从粗到细，但始终都在，这就是为什么它叫欲界。帝释天住在第2层忉利天，须弥山的山顶。忉利是梵语的音译，意思是33。33重天不是33层楼，而是33个区域，像一个巨大的平面王国，分布在须弥山顶。帝释天就是这个王国的国王。那他是怎么当上国王的？这得从他的前世说起。根据巴利经典的记载，帝释天的前身是一个叫摩迦的婆罗门青年，住在玛嘎塔国的一个小村庄里。摩迦这个人有一个特别朴素的特点，他喜欢做好事，不是那种偶尔发善心的做好事，是把做好事当成一种生活方式的做好事。他修路、建凉亭、挖水井、照顾老人，而且他不是一个人做，他拉了32个朋友一起做，33个人结成了一个善行联盟，一辈子都在修福德。经典里还记载了摩迦立下的7个誓愿。他发誓要终身奉养父母，发誓要尊敬长辈，发誓要说柔和语，发誓要不说挑拨离间的话，发誓要克服牵令，乐于布施，发誓要说真实语，发誓要不起嗔心。你仔细看看这7条，每一条都不难，但每一条都需要一辈子的坚持。不是做一次大手笔的慈善，不是捐一次款上一次新闻，而是日复一日的管住自己的嘴，管住自己的心，管住自己的钱包。这种善是最朴素的，也是最难的。这33个人死后全部投身到了须弥山顶，形成了33重天。摩迦因为是领头的，所以成了天主，就是帝释天，其余32人成了他的辅臣。杂阿含经里记载了帝释天的8个名字，其中一个就叫摩迦婆，是他前世的本名。即使当了天王，他的名字里还留着那个在村子里修路挖井的年轻人的痕迹。所以你看33天这个名字不是一个抽象的数字，它是33个做好事的人用善业换来的一个世界。整个天界的地基是用一辈子的好人好事浇筑的。听到这里，你可能觉得这不就是佛教版的天堂吗？好人有好报，做善事上天堂，跟其他宗教讲的天堂故事差不多。但接下来的部分就是佛教和其他宗教关于天堂的根本分歧。帝释天在天上过得好不好？当然好，善建成，七宝合成，天衣自然披身，天乐不断。但他遇到了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你在人间也会遇到，他要打仗。没错，天上也有战争。帝释天的主要敌人叫阿修罗。阿修罗在佛教宇宙观里是一类有天人的福报
却没有天人的德行的存在。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有本事但脾气大，有能力但爱较劲。阿修罗本来也住在须弥山上，后来因为各种冲突被赶到了山下，从此跟帝释天所在的忉利天反复开战。这场战争在巴利经典里被多次提及，帝释天要调动四天王天的军队，要联合更高层天的力量，要排兵布阵。有时候天人赢了，有时候阿修罗赢了，打了无数回合，最后甚至靠联姻才暂时讲和。阿修罗王把女儿嫁给了帝释天，帝释天回赠甘露。你品一下这个画面，一个做了一辈子好事的人，死后当了天王，结果到了天上发现还得打仗，还得搞政治联盟，还得靠联姻维持和平，是不是跟人间的帝王没什么区别？区别确实不大。这就是帝释天这个角色最深刻的地方，他不是一个完美的天神，他是一个善业做到了极致的人，投身到了善业能送达的最高处，然后发现那个地方长得跟人间一模一样，只是墙壁更华丽，寿命更长，但底层逻辑完全没变，有敌人，有嫉妒，有冲突，有战争。你想想我们身边有没有类似的人？有些人一辈子积德行善，到了晚年确实过得很好，儿孙满堂，身体健康，周围人都尊敬他，但你仔细观察他的内心，他还是会因为邻居多说了一句话而不舒服，还是会因为小辈不听话而生气，还是会在半夜醒来的时候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空虚。环境变好了，内心的程序一行都没改。帝释天就是这个人的放大版，把环境好到极致，你就看到了善业的边界。好，到这里故事还只是有趣，接下来才是真正让我震撼的部分。帝释天去找佛陀问法了。这件事记录在巴利经典长部第21经，叫帝释所问经。这部经的画面感非常强。佛陀当时住在摩揭陀国一个叫因陀罗洞穴的地方，帝释天带着他的乐师潘察西卡从天上下来，先让乐师弹了一首歌给佛陀听。这首歌不是什么庄严的佛赞，而是潘察西卡在佛陀成道之前写给一个天女的情歌。你想想这个场面，天王驾临，先放一首情歌暖场，然后帝释天开始提问。他问的第一个问题非常耐人寻味，他没有问如何成佛，没有问如何超越轮回，也没有问宇宙的终极真理。他问的是为什么所有的生命，包括天人、人类、阿修罗、龙族、乐神，明明都希望没有敌意，没有暴力，没有对抗，但最终都活在了敌意和暴力之中。你品一下这个问题的分量，这是一个刚打完仗的天王问的问题，他不是在问理论，他是在问自己的切身困境。我做了一辈子好事，修到了天上，结果还是要面对冲突，为什么？这个为什么不是哲学课上的抽象思辨，是一个人在真实经历了善业的全部回报之后，发现问题没有被解决时的那声追问。佛陀的回答只有两个词：嫉妒和牵令。一切众生之所以生活在敌意中，是因为嫉妒和牵令。帝释天追问，嫉妒和牵令又是从哪儿来的？佛陀说，从喜欢和不喜欢来。喜欢和不喜欢从哪儿来？从欲望来。欲望从哪儿来？从寻思来。寻思从哪儿来？从细论来。从那些散乱的没有实质的概念增值来。佛陀用一条因果链，从最表层的冲突一路拆到了意识活动的最底层。你注意到这条链的逻辑方向了吗？帝释天问的是外面的问题，为什么世界上有冲突？但佛陀一步一步把答案往里拉。冲突来自嫉妒，嫉妒来自偏好，偏好来自欲望，欲望来自寻思，寻思来自细论。每一步都是从外向内，从现象到本源，最后指向的不是某个外在的敌人，而是你自己意识深处那台不停运转的分别机器。这就是帝释天这次问法最精妙的地方。他以为自己在问一个政治问题，怎么消除冲突？佛陀告诉他，这是一个意识问题。冲突的根源不是资源不够，不是对方邪恶，而是你自己的意识在不断的制造分别，制造偏好，制造想要和不想要。这个过程不会因为你到了天上就停止。天上的墙壁是七宝砌成的，但你意识的运作方式没有任何改变。经典里记载，
在这次对话中，帝释天证得了法眼净。法眼净是什么？就是他亲眼看到了一个事实，凡是有升起的，必然有灭去，这是解脱道的第一步，入流果的证悟。同时在场的8万天人也证得了同样的见地。但这里有一个非常微妙的细节，帝释天证了法眼净之后，他没有立刻超越轮回，他还是那个帝释天，还住在忉利天，还要面对阿修罗，还要管理33重天。他只是看到了和走出去了是两件事。这就像你在一间豪华的房间里住了很久，有一天突然发现门从来没有锁过，门一直开着，但你暂时还没有站起来走出去，因为房间太舒服了，而门外面的路你还没有准备好。但这个看见本身已经是质变了。在证法眼净之前，帝释天以为天上就是终点，证了法眼净之后，他知道天上也是旅途，同样是住在善见城里，同样是天王的身份，但内心的地图已经完全不一样了。他知道了自己在哪里，也知道了出口在哪个方向。这比还在天上享乐却浑然不觉的那些天人已经领先了整整一个维度。现在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我们每个人日常在追求的做个好人，在佛陀的坐标系里处在什么位置？做好事，行善积德，布施修路，孝顺父母，这些是不是修行？是。佛陀从来没有否定善业的价值，善业是必要的，是基础的，是所有修行道路的第一步。但帝释天的故事告诉你一件事，善业有天花板，善业能改善你的处境，从地狱到人间，从人间到天上，从苦到乐，但善业不能改变你意识的运作方式。你做了再多好事，你的意识还是会区分我和他，还是会产生喜欢和不喜欢，还是会因为得到而开心，失去而痛苦。这就是佛陀教法里一个非常核心的区分。善业属于有为法，有为法是什么？是因条件聚合而产生的，必然随条件变化而变化的东西。你做了好事，积累了善业，投身到天上，但善业会用完的。忉利天的寿命是3600万年，听起来很长，但跟无限比还是有限。帝释天的善业用完那天，他还是要面对下一次投生，去哪里取决于他还剩什么种子。善业是止痛药，不是手术刀，它能缓解症状，但不能切除病根。你可以做一个思想实验，假设你现在拥有了帝释天的一切，七宝宫殿3600万年的寿命，要什么有什么，你觉得你会快乐吗？你可能会快乐一阵子，但你能保证你不会嫉妒吗？不会比较吗？不会在某个寂静的瞬间感到一种莫名的空虚吗？如果你的回答是不能保证，那你就触到了帝释天的困境。不是天上不好，是你带上去的那套操作系统没有换。病根是什么？就是帝释天去问佛陀那个问题的答案。嫉妒、牵令、喜欢、不喜欢、欲望、寻思、戏论，这些东西不会因为你住的地方变了，收入变了，社会地位变了而消失。他们不在你的环境里，他们在你的意识里。你换了一栋更大的房子，焦虑不会因此搬走；你升了一个更高的职位，不安全感不会因此辞职。你做了一辈子的好事，做好事带来的满足感和身份感本身也是一种微妙的执着。帝释天的故事有一个特别残酷的隐喻，他是全宇宙做好人做到了顶的那个人。如果做好人能解决根本问题，那他应该已经解决了，但他没有，他还在打仗，还在烦恼，还要跑到佛陀面前问为什么。这不是在否定做好人，恰恰相反，这是在告诉你，做好人是一个必要的方向，但不是终点。终点不在善业能送达的任何地方，终点在你看见善业本身也是有为法的那一刻。就像帝释天证法眼净的那一刻，他看到了一切有升起的东西都会灭去，包括天上的快乐，包括善业的果报，包括他天王的宝座。这不是悲观，看到天花板意味着你终于知道了门在哪里。但帝释天毕竟只是欲界6天第2层的天王，它代表的是善业的极致。欲界6天最顶上那一层，他化自在天，住着一个完全不同的角色。如果说帝释天是欲界里最好的好人，那个人就是欲界里最聪明的控制者，他的名字叫波旬。
他不做好事，他做一件更可怕的事。他让你觉得做好事就够了，他不挡你的路，他让你以为这条路已经到头了。第四天的故事是善业的天花板，波旬的故事是那个不让你看到天花板的人。但那是下一期的事了。你觉得第四天的故事给了你什么启发？善业的天花板这个概念，你之前想过没有？你日常在追求的那些好事，他们在你心里到底解决的是什么层面的问题？我是王立杰，我们下期见。